家里有闲置的珠子别扔，拿来这样编织葫芦舍鸡挂件。采用72号玉线，先取一根70厘米，给它两绳头比齐对折，从中间位置处固定，再取一根1米的长度对折，像视频中这样子搭到轴线上，从绳头那样子穿过去，然后收紧，推到中间位置处，然后上面的绳先放着不管，下面的绳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这个叫雀头结编法。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后面就是这样子重复编织雀头结。雀头结的编法就是先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这一面编10个雀头结。编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换一头固定，在这边再取一根70公分长的绳子对折，然后像这样子挂到主轴线上面来。挂到主轴线上后，主轴线继续当轴，绕线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继续编织雀头结。雀头结刚才也说了，先上后下的编，先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。这边对称的也是打10个完整的雀头结。打好之后，挂上来的绳子上面穿上一颗12毫米的珠珠，然后我们将这个打的绳子拉到两边来包住珠珠，原来的轴线继续当轴，这根绳子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这个叫斜卷结编法。左边也是一样，轴线继续当轴，这根绳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。两根轴线相碰的时候，我们右边当轴，左边围绕，这样子编一个反的斜卷结。编好之后放着，这里有2根绳，取这一根当轴线，外边的绳子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一下一上一下一上的重复编织，也是编织雀头结。这里大概就是打5个半雀头结。打好之后放着，左边也是一样，这根绳当轴，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搭轴线下穿过去收紧，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这就是雀头结打法。这边也是同样的，打5个半雀头结。我们这边也打好5个半雀头结之后呢，找到最中间的绳子，穿上一颗卡8毫米的圆珠，原先的轴线继续当轴，这根绳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这个叫斜卷结。左边也是一样，左边的轴线当轴线，这根绳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。2根轴线相碰，右边为轴，左边围绕编反斜卷结。拉紧固定之后，现在是一边各3根绳，找出最外边的一根绳，拿着张轴线相邻的2绳在上面编斜卷结。斜卷结的编法，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。左边也是一样，最外边的当轴，相邻的2根绳子在上面编斜卷结，绕线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，再搭轴线上穿过去收紧。轴线相碰，右边为轴，左边围绕，编一个完整的斜卷结，然后再重复的编织一层，取最外边的当轴，相邻的2根绳在这根轴线上面编斜卷结。右边编完就编左边，左边也是取最外面的一根当轴，相邻的2线在上面编斜卷结。当我们2轴线相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右边当轴，左边围绕，编一个完整的斜卷结。编好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啦。这一步我们要修剪掉2根线，也就是剪掉最外边的2绳，只留最中间4根线。剪完之后再用打火机烫粘一下绳头，防止脱线。然后我们开始取最中间的一根绳，像这样子折回，折个 U 型，然后捋另外一根绳放在最中间，两边的绳子开始打包心金刚结，这根绳向上绕，
然后另外一根绳找到是这一根线，食指绕穿进圈里，收紧上面的线圈哦。收紧的时候，这里一定要捏紧这个结处，给它翻转一下。朝外的这个绳子，食指绕圈穿进去，然后将这上面的线圈收紧。我们继续翻转，刚才折回的这个绳子找到，来从下面绕，先这样子穿到圈里面去，然后继续在食指上面绕圈，再次穿回圈里，将上面的线圈收紧，继续翻转，朝外的绳子食指绕圈穿进圈里，收紧线圈，然后继续翻转一下，朝外的绳子食指绕圈穿进圈里，两线再分别收紧。这里的话呢就有4个绳头了，你们如果要穿点小配件，那就都不剪掉。如果说你就只需要1根绳，那你就剪掉其中3根。我这里的话就是剪掉了3根，然后剪完之后呢，再用打火机烫捏一下，防止脱线。另外留的那个绳子嘛，我们就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小配珠或者小配件了。我这里是穿了卡4和卡6的珠子，然后直接像视频中这样子打个结收尾。最后修剪绳头，再用打火机烫粘绳头，防止脱线。小葫芦手机挂件制作完成，学会的赶紧动手试着编一个吧。Follow for more.